好的，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最后一场比赛就要到来了。目前的话，天马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得分优势当中，目前的分值非常的高。但是其实中部队伍也是持续在追分，然后呢，其实分差也是稍微的拉近了一些距离。那么其实还是要看今天最后一局比赛的表现。那也不多说了，就看一下今天最后一场比赛，看一下航线，看一下大家落地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的，只要航线也不是特别极端就行。然后确实看一下这个航线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这边有小地图啊，能提前看到这个航线其实还是有点小偏。这么偏南的一个航线，感觉今天整个2把海岛的航线都不是特别的友好。把航线，但是最起码这把航线 S 城是揉不了了，这怎么揉？率先落伞的是 DDT、P 港，而 WCG 是在矿山这一片的野区。牛海比跟 Xpen 方向好像是渔村的方向啊，这是要在渔村进行揉点吗？两个队伍的对标已经是重叠在了一起了，基本上是要揉点了。而另一边学校同样也是金二和 GGC。除此之外就没有太多的揉点情况。但是好远点的 mini 是把阿瑞斯一个几秒 mini 把阿瑞斯给打倒了，这么远吗？打头。而另外一侧又是这个金瑶和 DC 在这个拼图楼的一波直落，看一下拿枪的情况。IDS 这边是拿到了一把 M4啊，对方直接要重拳出击。这金瑶把没枪啊，这怎么玩？直接使出了这个马保国老师的绝技啊，上来就没了。但这个枪肯定，这个手肯定打不过枪的。连换3，我觉得他们如果说真的要揉点的话，得练一练跳伞。但是好像其实从跳伞速来说差不太多，只是有点黑吧。这 GGC 落地基本上都能捡到枪啊。那边牛哈比跟 Xmen 也是明命了，你的位置也被发现，刚刚拿了一把 M4，本身是一把 M24的一把栓机，确实也没办法支援队友。圈形是给了一个右上角的圈形。本局 CCG、富安以及 DACS 都是为是的，要过来抓人了。这没办法，因为架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远点还有个架枪，导致明明想操作不了。这波0换4，牛海比也是被淘汰出局。今天的话，5把拿到45分，还行啊，场均分也是比较高的。只有点可惜，因为他是目前距离天霸最近的一支队伍，所以说如果这局如果打好的话，是能够持续保持一些这个优势的。但是可惜掉的比较早，但问题不大。以他目前状态的话，因为这个前面的比赛最终目标还是要先晋级嘛。是的，只要你不要分上拉得太开，对吧？而且我们只带一定的比例的积分进到决赛，所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是的。暴龙哥看到了 AZ 第一时间过点原地爬，没有出枪，他要等 AZ 把这个点位全部帮他搜完。一颗卤弹头，落地手没看到吗？这确实注意力并不在园里的草上，只是因为我们是因这个上级视角能看到，所以这也是被埋了一手，没想到，而且暴龙哥也是刻意的，并没有去补 AZ 的头，这样的话，直接拿了个满血的2级脑哥。鸟枪换炮，直接把汤姆逊换掉 ，AKM 加 mini。这局初期搜点落位落的是确实是比较散的。你比如说他是4防1个，然后 Pink 男在监狱里面，另外2个队友就是说 L 港甚至是 L 港附近一些野区进行分搜，确实是会比较容易出事。是的。
而且这局确实航线比较偏啊，所以导致这一局其实圈边队伍也会扛一些压力。目前原著已经提前踩位置了，然后这一局的这个强侧是圈形的这个西侧，有很多队伍在这个持续的进圈的过程当中 ，Pero 还有一些顺位。这场是有挺多队伍是被迫慢打的，比如说这 DDT、WCG， 包括在这个机场岛上的 DL， 顺位都非常的低。是的，哎，白老马被逼停了，这位置很危险啊 ！KDF 的支援已经到位的，白老马反杀了个 end， 自己血量也不是很多，有掩体可以找钱打药，要刚刚打起来，远点枪线过来了，想直接把白老马吃下来。皮克呢还在赶路的过程当中。没办法，对方人也太多了。天南这个位置好像有点危险，暴龙哥已经踢到自己的反坡了，对方是有 pick 位的，这个反坡雷掐了很久，直接看到了，往右边走了。是个劣势对方，对方是有机会去 pick 的。有雷，小童侧翼放倒了暴龙哥。哦 ，pick 南这个枪位太难受了。又是小童，1打1了。小童，他把 Ramba 打倒之后，自己血量很残，一滴血不许能打药吗？不要支架，但是这一梭子没有把这个伤害补上，又是一波对位。位置找到了，对方扔白，然后哈迪躲这个白，但是声音应该听到了，直接过来了。小童这波应该是想快速的过来去把 LashK 给打掉。感觉这把有点下半局的味道，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激进的。是。哦，林树玩花的，直接把它放在自己的车上，兄弟，这是要去哪里？直接让他展示一手树大将军的运营。啊，算了，不能让你偷学，还是把你补了吧。这句话，天霸主要是这个顺位也不高啊，就是没有时间再整这个花活了，还要跟其他队伍抢一波节奏。天霸反正也不着急，老路线老时间。哎，但是我觉得我在想啊，就如果说你把这个其他你的对手受伤放到车上之后，你是不是可以拿它挡一下子弹啊？但人头就会被别人抢走了呀。哦，对对对，这是个问题，会被 K 头啊。我还不如拿分儿，确实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如果你分数完全够的话，倒也不是不行。挡子弹可还行。你车上放3个对面倒地的人，然后你特意把这3个放在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角度，就有人扫你，直接把车头转过去，不是送分吗？送你3分，我把你这个队换了，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那边土路是 FTG 跟 SSG， 细是打掉了第一口。这把 FTT 只有3个人在线啊。而且主要这句话圈边强度还比较大，3个人其实就是损伤挺大，少了谁呢？不过这把，我觉得有一大部分是因为是下半局的关系，大家打的确实是很激进，除了肉垫以外，基本上一圈都有很大的摩擦。挺好，反正我觉得像这种赛事的话，多练练枪法也不是坏事儿。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是点上有冲突，但是CC选择先跟队友汇合了。他这边的话是有一波分彩的，就是没有必要打得这么凶。感觉 KDF 在出去一直在转移啊。同样的还是南边2支队伍，大小店附近是 DL 跟 DDT， 2支队伍其实离得特别接近。Sky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赶紧走。而且 DL 他是一个打了一个分彩，后点位3兄弟，前点位1个人已经在悬崖的位置已经是买点买好了，这波 DDT 过去很有可能要出事。听到车声，直接出枪了，但是好像有点马，这没扫下来哦，还好，最后用连狙式一枪头将固是打掉了木。
哇，这个雷，这雷凭什么能炸到啊？没扔进去吧？好像是。对，这个雷在外面，然后通过小窗的引爆把人炸死，这凭什么？也太玄学了。伤害判定确实有点问题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2个人防区的对位，这把打的还是有点风险，因为热巴这个位置的话，他队友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能补上的这个空间的。如果说打掉的话，不就血亏吗？是的，2个人互换位置。听到声音了，在外面的岩石当中，但是大山吃到远点 end 的枪线，队友给爆点了，队友开车再过来要去拉枪线，这把 KDF 真的是玩起来了。需要踢人。哦，好凶啊 KDF。第一梯啊，也是只有2人编制了，在圈边啊。这场我感觉他们也是要找队伍去换点分了，进不来了已经。FTG 的车辆也是一直受到第一期枪械的干扰。一边防空洞附近 ，FTG 跟 Xman，Leo 是被打掉，血的话在另外一个洞口支援不了。这个防空洞的位置还挺抗压的，这个位置队伍也比较多，是相对于来说这一块区域比较有地形的一个区域了。X 面卡在圈边，对方的位置挨得很近。这个盾牌一举，在这个盾牌立的方向，盾牌好像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他立了一个盾牌，然后自己拉出来了。是的。你真是个小聪明鬼。这盾牌立的意义就不大了。双方都是在拉枪线啊 ，CV 已经拉得很高点了。这样的话，对面范岛被打掉，2个人先把这个洞口给抢占住。哎，一颗雷，正好对方是一个残血，还不用雷啊，这边稀饭的一个出手，中倒地。但是这个分儿被 K 了。看别太远，你这个 CV 要穿啊！有机会没子弹了，换枪。哎，他直接对，他这个枪没掏出来就把身位全露出来，而且是一个大身位出去的。这波是我想多了，我以为这波 CV 刷了一波手感，感觉有机会能穿掉。阿刘，还是一波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将 GP 这名选手给连扫逮捕。已经没了，这个就是看烟什么时候散了，烟线的角度被架住，然后前后都有队友的架枪，全形又是一个极限的向右侧的一个切角，架出这个出烟口，不过也是没有活到最后。看一下切圈之后的一个情况 ，OPG 目前在圈中线是一个分踩啊，然后 DAT 也是选择从圈边反绕了出来，提前走这个海岸线的位置，然后呢也是拿到了一些位置。FTG 可能要走同样的角度，他这个角度除了走这个窄边，也没有什么好的进圈的空间。是的。哦，这面17直接撞过来，OPG只是踢他一个人。
这时候想支援也来不及了。哇，这波就是这个节点，这个圈型还分踩的话，就是会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你这个圈刷出来，其实 OPG 两个人应该想要去做一个抉择了，要放一个点出来。就这2个点的选择，因为这个防区是真的没必要留的。感觉还是有点贪吧。有点想当然了，不过确实就是前面几局比赛，他这个撞中间点的防区的队伍不是特别的多。是的。但是人多呀，这个要防着人家确实没有点站的话，肯定是要撞你的。GP， 这波的话，北部天霸要压过来了，他们的阵线拉得很开，前线的黑拉倒地，天霸也是在持续拉位置，在排了一圈，大概能锁定这个防区附近可能是有人的。黑拉这个位置你救不了啊。基本上其实这个圈型当中能利用一些防区点位已经全部被大家给瓜分完了，你后续只能去抓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北边月亮湾反坡倒是可以去踩一踩，但是踩上去的话，你后点高点架人你就站不住了。现在SSG 想要去强冲这个防区，那这波打架的话会给天霸一个机会，但是天霸另一侧的人去防守了 Pero， 因为这个雷没有起到很好的时间，对方还是满血。天霸是，他的所有的重心是放在了麦田这一边。虽然说 Pero 是把奇迹给连打带补啊，但是好像小崔血量也很残了，已经被补掉了。这个防区确实比较自闭啊。天霸选择要强冲了吗 ？Pero 正好看到，是的 ，Summer 那边倒的奇迹也是被天霸捕捉的。这波冲的话，正好能够打一波。再扶人了，落位之后应该最多扶起来一个，血量还没有抬起来，直接拿投掷去混，而且天霸带了充足的投掷物过来，3颗雷，还有火铺路之后，这波艾伦一波出枪，马云龙直接倒地剩最后一个。是的，小左是直接上了车打药啊，但是另一边还是被林叔给发现。这个防区虽然自闭啊，但是对于天霸来说也是唯一能踩的一个支点了，就他也没有什么好的去处。SG 还在持续的推山，最后这边也4圈往北边切了，给到 GNT 那个海景房一个圈的正中心点。那换成车胎爆了，不过还能开，跟队友稍微汇合一下，绕个北，因为现在北边天霸其实并不是一个满编。RBS 也是同样的想法，他想要去往北边去控山打反推，但其实过点当中 ，Form 其实会比他们更快一点，但是 Form 前点位是只有2个人 ，Form 其实发现天霸这个防区上人不多，选择直接去撞击的泡泡，那这样的话北边山头是放给了 RBS。Form 其实看了一眼，留了一辆车，过点 MG3先扫下来一个，啊，应该是 OB bug。我这个过点有点太危险了，整个背身2哥放给了 Hers。有了支援呢，这个雷是把12的分数给补了。他打了这个点的话，真的已经压不进来了，前线队友全倒，只能开车去绕。但是这波绕点也是被捕捉到了，最后也全部被打掉在圈边的一个位置。这个圈也是往这个北部去走了。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清点 ，RBS 毕竟人多啊。天霸2侧的一个扛压啊，最后也是很难存活下来。这波其实感觉是 Form 有点脱节了。RBS 是一波车队同时冲上来，而 Form 2个人发现这防区人少，2个人过去之后，这波是被前后夹击。哈？迫击炮有想法，但是对方在防区当中的话，还是比较难炸到，主要是距离没有这个良好。平时用的肯定也不多。天霸这把虽然伤亡惨重，但是依旧是有8个淘汰在手，先把车给你卸了，防止时机后续的转移。
圈形一个回切 ，RBS 吃到一个大的切角。而另一边好像 FTG 去撞击了 End 的甲士库 ，KDF 2个人去支援，又是一波混战。1楼已经被占住了 ，Ramba 在外围的位置是没有打过 ，LashK 也是在 Ramba 的近点，对方是有投注的，导致第一时间这个甲士库1楼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这个大铁桶夹一下这个楼梯口。另外一侧的话，也有一波这个混战出现 ，DSS 和 GNG， 房顶上站了一个，这个地方还要看一下周边的墙线会不会有一些干扰。GNG 剩最后2个人，没有伤及到巨了。哦，这波 DSS 的撞击是成效非常的好，把 GNG 给撞下来了。就是经济的选择问题，就是说他选择了北边这个海景房的，你南边这个尖顶房你可以不要，你放出来都可以。这么大一个过点，你给他都可以玩。结果被 DS 一波直接撞下来。另一边 OPG Mac 呢是少了一波机会，一个人进来是因为人数太少了。打协同 ，DSS 是成功把这个中心点防区给撞下来，但是这个最后倒地的这一颗雷啊，是炸到2个，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切盘。是的。好像周边队伍对这个点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因为另外的防区也是刚刚才打完，目前是6支队伍16人生存。这个车要炸了，狮子兽也出事儿啦！天霸又能拿分了，疯狂被抽，是不是还剩一个小北？小北还站着呢，但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又10个淘汰了这个天霸。75分了，他们后续只要把17打掉，就能拿17的位置。小鬼这个点还救不了。最后只剩小北，原点有架枪，连数帮2流架住，让2流自己一个人往前顶。北边是 DT 啊，也绕到了RBS机构后面，自己也是吃到了野猪枪线的干扰。是的，但是林树在加强的过程当中是被小北顶下来了。啊，这只剩2流跟小北的1v1对位，这波2流要考虑清楚是救还是不救。就这波没必要救了，直接跟小北硬磕吧，1v1打赢了。还有机会往里面进，还想挪车吗？因为半坡这个位置86起步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被逃逸给点下来，赶紧上马路的话还有角度可以救。天霸还想救啊？这样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角度。看到一个裸跑的小北，哎，这能去哪？无处可逃。是的，场上。还是4支战队，满边的 RBS 4321。DDT 北边这位置，这公路反坡是不在圈的，而且只有2个人，想出来 RBS 是不太好用。RBS 强线确实比较多。现在有点被困住了，就这个防区虽然说这个圈型还在。也还算是个不错的位置，但是一旦后续圈型还是会倾向 RBS 这一处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多操作空间了。特别是把这个防区刷走之后，所以说感觉 DSS 要做一些提前的打算。DAT 目前这个平台也是被控住了，RBS 会重兵防守，先把前面卡住，但是这一侧先打掉一个稀饭，还能搏。那现在局势改变了，19拉到前点，另外一侧也是把这2人全部拔掉。但是过点的同时被逃逸打下来，因为19确实血量太残了。DSS 也是2个人准备拉出去啊，但是其实场上还有个独狼在的。KDF 也是不声不响来到44分，分数也很高。当然，这局对于这个 DSS 来说也算是一个小猪分局了。也拿到了这个排名。
哦，这一侧补人还挺关键的，这个分数拿了之后，元素一下子就有机会了。是的，哦，一龙被随性找到一个角打掉了，但是随性这个角度啊，LashK很快就到了自己的近点，这个背身很有可能要露出来。这个时候 LashK选择出枪吗？不着急，一波还能拿分。这样的话，场上人数就点进了2打1打1。看一下这个决军型，问题应该不大，但是2打1打1不好说的，就是这个还是拼枪，你一旦出了一点点问题，秒一个1打1打1，就是一切就有可能。而这个圈的话是往这个 RBS Hurt 那个方向去走的。但对枪过程好像曹依就是有个领先优势，这个雷在脸上炸掉了，2打1了。LashK 的位置其实也很难操作。2个人其实我觉得只要打协同，提前站位就行了。但是我感觉李白这个要比的话，其实有点危险啊！这波要是倒了就出事了。刚说完，这波要被 LashK 操作起来了。3颗雷还在排点，扔了个假烟，自己进行反跑，没看到了。这波对枪能打赢吗？打赢了，恭喜 DSS 啊！8个豆弹成功兜底。这个要是没吃到鸡，我觉得 DSS 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是的，那么同样的，因为 RBS 在北部的一些压力导致他们持续的掉人，这样也让他们本身拥有了这个人数的优势，这个就变小了。DSS 也是很好的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成功在这局把鸡给吃下了。刚也看到本身 DSS 的这个分数是比较靠后的，然后这局打完之后，其实也是将分差拉上来不少，吃鸡非常的关键。是的。这把其实 DSS 的决策，其实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就在当时 GNG 那个防线为圈中心点的时候，它是一波，因为它本身在南边那个森林，就是那片树林的这个战壕那个位置啊，确实是不在圈，你后续没有点可以撞，他选择去撞了那个海景房，因为那个海景房和底部的那个尖顶房当中呢，其实中间有过点还是比较长的。就 DSS 判断，你可能说是你4个人都在这个海景房，这个尖顶房大概率是没人的，就是没想到 GNG 打了一个分彩。他2个防区都想要，因为毕竟是个2段式防区，给 DSS 一波就抓进去了，结果还打赢了。是的啊，确实也是有一些意外发生。这一局的话，由于是今天最后一场，所以说也可能是下半局的关系，所以说初期的战斗爆发是非常激烈的，包括后续圈边刷人之后，圈边的打架也是一层接一层啊，打得非常的激烈。那么稍后等待一下今天的一个最后的分数的一个结算。那今天的比赛的话，天霸依旧是保持自己的优势。这局是拿到了相应的一个淘汰分，然后呢，分差也是相对比较大一些的，因为 New Happy 这局走的比较早，导致最后一局没有追分的这个机会，所以说这个会让分差慢慢的成为天霸的一个优势。是的，天霸反正今天基本上每一把都是在尽力的去拿分数，像这把2个人也是，也有10个，反正整个队伍是有10个淘汰左右的，我是觉得现在就天霸的整体对于拿分的这个策略来说呢，是做的是非常好的。没错，这个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天霸的这个小组赛和这个杯赛从来不让我们担心，确实一如既往的非常的稳，对吧？然后他主要是今天阵容也发生了一些调整，虽然都是老面孔了，但是也是换了个板子，对吧？所以说也能够保持这样一个稳定的成绩，也是向我们证明到了天霸目前的体系的一个完整。就是因为体系完整，才会导致他目前无论是什么的阵容拿出来，都能够把这个比赛的完成度发挥得非常的高。所以说，这个也是天霸的特点之一。是的，他主要是换的位置是龙斯哥那个位置嘛，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打输出的点。只要你的枪够硬，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整体位置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是的，那么稍看一下目前的一个分型吧，因为我们这一次赛制的话是，前3天打完之后20进16，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特别难打的一个赛制。就对于学友来说，只要它是稳定和正常发挥，我觉得晋级是不难的。就怕出现那种，对吧？这个状态不好，然后呢持续失分的一个情况。但是就今天比赛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
至少 PCL 的队伍其实发挥的还是比较稳定的。是的，而且这一次就是从我们这个PCL 的选队挺讲究的，都是选择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就有些队伍因为也没有名额，但是他们也是在之前的这个联赛或者一些杯赛当中，这个发挥比较出色的一些队伍。是的。反正我觉得今天基本上大家对于就是因为队伍多呢，圈边的控制呢确实是有，就圈边队伍太多了，导致圈边的压力很大，有很多队伍你觉得后续他想要去盲扎，其实他也扎不了，因为完全不知道圈内是什么情况。那我圈边感觉压力又很大，他也不太是想在圈边去持续去逗留，那其实就陷入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结果发现你像比如说初期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队伍在初期3圈的这个阶段想要去盲扎一个点，其实是不太现实，你根本扎不了。圈边打下来，然后圈边压力又那么大，打也打不了。是的，来看一下这局打完之后的一个单局积分榜的一个信息 ，DSS 成功拿下是18分，然后 KDF 是16，然后 RBS 14，然后是天霸 DDT 17，Xman，然后这个 FTG WCGG CSSG FOM GNG CCG DL TP Peril GNL New Happy 和这个 OPGG， 来看一下打完之后的一个总分和 MVP。逃逸5个淘汰，是的，463的一个伤害量。